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八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这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星谷天一脉的邓永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，说出去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竟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福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0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
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，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天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葬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霓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啊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
是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魔族为火，五域大乱。上神秦尘降世，除魔卫道，荡清宇内。被尊为武神。皎皎明月与君语，潺潺流年与君同。芸芸花落与君老。陈哥哥，希儿，你说这天道究竟是什么？日月与清，朝为日，暮为月，
亲为朝朝暮暮。我只想与陈哥哥相伴一生，哪管这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天之恩惠，想让我们在这天道轮回之中，感受芸芸众生。陈哥哥，我们是五欲之主，这众生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希儿，你不懂。众生皆苦，就犹如这花瓣一样，只为了绽放的刹那，便会消散如烟。希儿，我们希儿，你陈哥哥，别怪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希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对我？少许，雷电河。奸臣，看我的星河绝印！哼，奸臣，就算你修行绝世，也难逃我的手掌。
清晨，你中了天绝之毒，一身神通十不存一。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！铁魂剑术，希儿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秦晨，无论你怎么逃，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希儿，少羽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人，一个是我兄弟。为什么？清晨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我和少羽便是两情相悦。之所以愿意和你朝朝暮暮，不过是为了利用你。本想把你当做一个踏板，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还挺有能耐，一路开疆拓土，替我建立了天武帝国，也不管我这么多年和你虚情假意的做兄弟，还要忍受日复一日你和希儿卿卿我我。和你相处只会让我感到厌恶。我和少羽早就约定好了，等我们成为9天5地之时，便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届时我就能名正言顺回到他身边。秦晨，我承认，你的确是个人物，能凭一己之力在五域成为一代传奇。很可惜，今日你就要命丧于此，成为我开国的祭品。不过，看在多年兄弟情分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只要你留下一样东西。你们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了。你闭关多日不出，想必一定是在研究从神禁之地带出来的那件神器。只要你留下的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我前尘看破了天机，却没看透人心。我追逐了半生，都在与天命抗争，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少羽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我前尘贪生，却从不怕死。小心！
想死没那么容易，你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斩断你的三魂七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陈儿，陈儿，我这是……你终于醒了，陈儿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娘亲还以为你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听学院的人说，你和魏家公子诀都是真的吗？他怎会对你下此毒手？这不是存心要我孩儿的命吗？别杀我！陈儿，你怎么了？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深刻。上官希啊，冯少宇，他们都是谁？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种命数，让我脑海中多了这样一段记忆。没事吧，陈儿？我没事。你都已经昏迷3天3夜了，吓死娘亲了。以后再也不许你行事如此鲁莽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让娘亲一个人怎么活？孩儿知道了。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快喝下这汤药，补补身子。娘亲年轻的时候，号称大选第一美人，是王都无数王侯公子爱慕的对象。提亲的媒人带着礼物踏破了门槛，甚至于当今圣上听说娘亲的美貌，都有意纳她为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娘却突然离家出走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3年后，娘才回到秦府，怀里还带着一个婴儿。未嫁生子，这在整个天武大陆都是极为忌讳羞耻之事，属于不守妇德。若不是我的外祖父力排众议，以秦家的绚烂名义收留了我们母子俩，恐怕我跟娘亲早就被逐出秦府，流浪街头了。陈儿，虽然这一次你没有觉醒血脉，但是不要紧，
以后还有机会。没有觉醒血脉。哪怕你成为不了一名强者，也没有关系。娘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不会被这点挫折击垮的。既然如此，娘就放心了。大小姐，开个门还这么慢吞吞的。胭脂，晨儿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不要惊到她。哎呦，原来陈少爷醒了，那可真是恭喜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陈少爷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可不是来找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和我们夫人的约定应该没有忘记吧？晨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娘出去一趟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。傻孩子，娘就在这王府之中，你好好休养身体，娘亲去去就回。娘，你告诉我，你跟赵夫人到底约定了什么？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本姑娘告诉你得了，你娘答应了我们夫人今天和齐王爷见面。现在齐王爷已经到了大厅，就等你娘过去了。你可别坏了我们夫人的好事。你说齐王赵启瑞，赵凤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竟然让我娘去见赵启瑞那个混蛋！你滚出去！你是什么？大小姐，看你教的好儿子！你和齐王爷的事情，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想反悔不成？不可能！赵启瑞那个狗东西，之前来找过我娘多少次，都被我娘一口回绝了。我娘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这你得问你娘亲了。晨儿，你伤病初醒，当心伤了身子。娘只是去见他一面，不会如何的。娘，你现在去见他，岂不是往火坑里跳？陈少爷还有脸问？当初你与人私斗昏迷不醒，眼看就要活不成了，你母亲恬不知耻的在我们夫人门外跪了一夜，求他赐下回神丹。要不是我们夫人……你住嘴！赵夫人当初可是答应过我，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母亲为了救我，竟受了这般屈辱。大小姐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走。娘，我们哪儿都不去。从今天起，孩儿不会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至于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叫你一声陈少爷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少爷了？放肆！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秦府一个丫鬟。哎呦，大小姐还跟我显摆起来。夫人早就料到你会出尔反尔。来人呐，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，别让夫人和贵客久等了。大小姐，得罪了。谁敢动我娘？你这个废物！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做主，还不快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！夫人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陈少爷，是赵夫人让我们带她走的。倘若你执意阻拦的话，就休怪我们两个不客气了。不要命的话，可以试试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娘！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信不信我按家规把你们流放3000里？
一辈子翻不了身。胭脂姑娘，他秦晨毕竟是秦家的人，当真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好果子吃啊。哦，是谁要流放谁呀？夫人，这么小的事儿都做不好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奴婢无能，请夫人责罚。先退一边去吧，丢人现眼。是。哎，月池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啊，我这外甥昏迷了几天，变得这么有胆量，居然要流放我的人，哼，还真是长志气了。赵夫人，晨儿她还年少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口无遮拦，还请夫人不要同她计较。年少，身为秦家子弟，不知勤学好进，却在学院与人私斗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欺辱下人，违反秦家家规，该当何罪啊？晨儿她并非有意。该当何罪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你身为秦家主母，却纵容下人随意欺辱秦家子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秦家家规。你和王都声名狼藉、为人不齿的淫徒来往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妇德。哎，我今日是特意来看月池妹妹的，你怎么连本王爷给骂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齐王爷，那我家王兄说的没错，这个赵夫人祖上与王氏也有些渊源，称我一声王兄也不算僭越呀。我可没说你就是那个淫徒吧？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即使身为兄妹，私下幽会，也的确有违伦常之举了。赵夫人，你身为皇上御封的诰命夫人，本应该成为天下妇人的表率，行为端庄。此事若传出去，秦家还如何在大玄国立足啊？你简直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谁敢动我晨儿？大小姐，抱歉了。秦晨，你竟还敢还手！这可是你逼我的！来人呐，家法伺候，以儆效尤！大胆，还不快把剑放下！放下！晨儿不要！你要放心，孩儿自有分寸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看过分的是你吧，赵凤。以后谁再敢打我娘的主意，下场就如同此晚。赵夫人，你不是说跟月池妹妹说好了吗？齐王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哼！月池妹妹，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
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，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走。哼。